大家好，我们是西奇吧，准备好酒或饮料，一起到 City Bar Enjoy 吧。我是云溪，我是阿迪奇哥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讲一个主题，我们要讲说你是猫派还是狗派什么意思？不是讲说你是想要养狗还是养猫哦，我们是说个性，你是属于猫派还是狗派？奇哥，你有没有听过？这样子哦，好像有听过啦，就好像听说这样狗派的就比较摇尾巴一点，比较热情，对。然后如果猫派的话就比较冷淡高冷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哦。所以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养宠物，所以讲出来讲说养狗还是养猫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。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去分析这个个性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哎呦，那我们就来听下去吧。耶！哇！我们来说，就是当我们说一个人呢，他是猫派还是狗派，你可能会先想到他家养的这个动物、这个宠物。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性格。其实人格也可以分为是偏猫派或者是偏狗派。就是说你对社交的反应啊、回讯息的速度啊、对亲密关系的需求，其实都藏着你的动物性。那我们今天来先说说这个狗派的性格啊。狗派就是真的就是像我们看到狗狗一样，它是非常的社交狂热，它需要陪伴，而且它忠诚，情感外放。它就是说它非常的外向又很热情，他们非常喜欢互动嘛，然后很享受群体的存在。是最常见的场景就是说，一进办公室就先跟每个人打招呼。聚会里永远是带动气氛的灵魂人物，很快熟，也很愿意相信别人。然后他很常需要很明确的情感连接，他需要知道，就是他一定要问说，你还好吗？或者说，你有没有在生气啊？那种就是比较外放，他就是想要明确的知道说你现在的想法，你要告诉我，比较积极啦。对，他可能没办法说，他可以直接猜测你在想什么，但是他可以感受到你不开心，你不舒服啦，不爽啊。但是他就是要逼你讲出来，他就是要逗你开心，因为他就是觉得说你不能不开心，我就是要让你很开心的那一种。你不开心，他就觉得他也不舒服。就是他会有一种人，他其实是那种就是会被环境的氛围所影响到他那天的情绪。对，然后他就会觉得不行，你不能不开心，我要让你很开心，所以他可能就赶快请你喝一杯饮料啊，然后说怎么了啦，你可以跟我说啊什么的那一种，就是我觉得很可爱啦。对，但是在现在来说，可能有时候这样的朋友或这样的同事，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有点压力，因为我有时候只想要亲近。对，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个性不一样的人，就喜欢不要一直靠近我，我觉得好累，而且我这样跟你社交，我觉得很辛苦。对，所以就是说，像狗狗，它就是狗派的人，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啦？你都不理我啊？他们就会比较，我觉得比较直接的去反映出他自己的情绪，你的情绪就会影响到他就会反映出来让你知道。对，所以他们就会很需要有确定关系的稳定性。所以我觉得狗派的人是不能接受那种暧昧不清的人。所以他会直接觉得我喜欢你，我就要直接跟你告白的那一种，直球对决的那一种。对，所以如果你有狗派的朋友，你应该会发现说，他会很常主动的联络你，甚至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直接杀到你家，带着一杯饮料，然后还有没有很好笑，但是很努力的笑话，去让你开心。对，而且他又很积极，他们很不怕表达，他们就是要让你知道，而且他很黏对方。然后也很容易说在感情里面投入的是比较多的那一个，因为他需要情绪价值。对，而且他会让你觉得说我一直陪着你，你不要怕。其实我觉得可能都需要情绪价值，只是这个猫派跟狗派不一样。对，但是狗派他比较愿意，应该说他比较会让你直接知道啦。他就是让你知道我就是关心你啊。对。那在猫派呢，他就是说他比较内敛，他比较喜欢观察。独立自主，而且他是比较慢熟，然后会有自己的边界感。对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的个性偏猫派，那你可能就是说，那种聚会的时候坐在角落，然后默默的看一下，现在这个场子里面的人啊，分成什么类别，然后你可能比较喜欢跟某个群体
去相处，而且他会偷偷观察。对啊，然后不会说一进场就那种，因为像我们两个好像都比较属于狗派，对，然后就是猫派那种，他不是说他真的很冷漠，他只是说他需要时间去暖机，他不能说你让他一下子就要这么的情绪的这么放的话，他压力太大，他没办法。对，那他就是对亲密关系也都是非常谨慎，然后非常的珍惜独处的时间。他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？最明显的特征吗？我觉得就是他想理你的时候再理你。对，他平常就是他没事他就窝在自己的世界里面。他应该是有一种界限，他不想让你跨过去。可是他突然又很想你的时候，他会来，他就会黏过来。所以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不太了解他性格的人，就觉得说，你怎么今天忽冷忽热？对，你怎么今天又来了？你怎么昨天你那一点不高兴？你又不理我今天又突然来黏我。但是你问他，他又说没有啊，我又没怎样。而且他可能那天在想事情，他可能只是想事情，他也没有心情不好，你就觉得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结果你这样一问他，他不爽。他就我没有心情不好啊，你干嘛？你怎么整天都觉得我心情不好？对，所以就是我觉得有点像这种感觉。对，就像有时候我们去碰猫，我们觉得好可爱啊，结果呢，他其实不想被你摸。他当下他不爽，他不想要被摸。对，那你就饶你。对啊，对，所以他不是不理你，他只是想要先处理完自己内心的杂音，他想要先想好自己的。他可能脑中有很多问题，他想要先把它解决掉，他才有办法抽空去理你。对，这样子。那如果他真的不想回你，他就会选择静音式冷处理，那你就会觉得他怎么这么的冷漠这样。那猫型的人很容易在创作型、研究型的领域去发光发热。对，因为他很擅长一个人思考，喜欢在没有干扰的环境下去完成事情。对，而且他们的爱与关心是不会很直接的表达让你知道，但它会体现在细节上面。等于说他可能会记得，他可能会很默默的去记得说你喜欢吃的东西，或者是你喜欢做的事情，然后去默默的帮你买好这个晚餐，或者是帮你处理好这件事情，就是很细节的这个特质。那我们当然说不可能完全偏向说狗派或者是猫派啊，一定就是会有混合型的人格啊。就比如说，虽然说我们都是属于比较狗派的人，但我们其实也没那么狗派啊。我们没有说在每个聚会场合我们就对，其实我们两个的个性，因为我不知道每个可能听众不一样，或观众不一样，我们的个性可能就有一点混一点。对，但可是我觉得混一点的话，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多一点。对，像我们可能就是还是狗派多一点，只是说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，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，就是我们两个是。去这个聚会场所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要先蕊一下。对，我们需要先想一下，说今天遇到什么人，然后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要先想好。甚至可能你要怎么笑什么的，可能都会在我们的这个，或者是我们今天要聊什么，我都要先想好一个版本。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比较需要这个方面会，还是要我们很擅长哦，可是我们是需要练，对，然后训练一下，这样需要先蕊一下，但不是很严格，就说我什么 A、B、C 这样。对，我们只是说可能等一下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。对，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混合型人格，就是说你平常在熟人的面前很像狗派，很热络，但是你在陌生人面前马上变猫派。就是我觉得应该大部分还是有蛮多人是这种个性，就是他可能是看人，对，他可能冷的时候就对人很冷，对，他就觉得我不想跟你讲话，对，但是可能他面对一些场合，或者是他面对他很熟悉的人的时候，他又是很嗨的，对，他就是聚会的主角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就说社交场合像狗派，但社交结束后需要关机3天充电。的确，我们也是这种人，不想就是好了，我们的那个能量已经被用完了，我们需要再休息一段时间。那其实这种人还有一种被开玩笑称为是柴犬型人格。就是说，你知道柴犬是被誉为是很心机很重的狗狗，坏得很啊，很坏，因为他知道他长得很可爱，他知道那个人类很喜欢他，所以他其实好像都会互相的会故意去比较，就是好像心机有一点重的。你说他们会比较说其他狗狗会不会比我受宠？对，好像是有这一种说法。对，但这种混合型的也被开玩笑说是柴犬型人格这样。那再来就是说，猫派跟狗派的心理测验，其实大家也可以去自我的去测验一下，说你到底属于猫派还是狗派哦。像第一个问题，奇哥你来测验看看，当朋友突然约你出门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好啊，走啊，还是我拿出小本本看一下那天有没有空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定是属于，但是我是不会说什么我看看那个有没有空，我可能就是属于
啊，你们不是要干嘛吗？你们先丢球，丢球，是哦，你们这样不是还要花钱？然后什么，就是会尽量先他就是柴犬啦，心机很重对，但是我又很喜欢聚会，就其实我是说对我很喜欢的朋友，就是或者是很喜欢的人，但是突然要被约的时候，要突然想一下。对，没办法说马上约就走，希望他们热情，但是太热情的时候就是不是要等一下，我要算一下我的这个之类的，或者是我先处理好一下我的想法，我要有预算，等一下看一下。对，就是会比较是中间，是。再来就是第二个，回讯息的速度是3秒内，还是想好怎么回再已读3个小时？这一定是第二个。先想好。对，我也是去看到讯息我都很紧张，我都还是要先想一下。我是不会紧张，但是我觉得我回讯息真的算蛮谨慎的我不是会是随便乱回的那种，所以通常我打出去很少收回的，因为有一些人他是一打就一直收回，他就是回很快，然后马上收回，但是准备要看的时候我收回了。我这个人通常收回就是只是单纯打错，我不是因为说我觉得讲错话或什么，通常我打出去就是我已经知道，或是我能承受我打出去的那段话的效果。这么谨慎，还蛮谨慎。那其实你偏猫派哦。再来就是喜欢热闹的人多场景，还是享受一个人独处的空白时间？一个人，我觉得我一半，我觉得我一半，就偶尔还是要出去放风一下。我觉得我没办法完全一个人我觉得我比较没有办法所有事都一个人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我会疯掉但是我一直很热闹我会很累，因为我很喜欢嗨我在现场是能量会释放的太，我在现场是属于很嗨的那种，所以就会要休息一下，所以我是参半。我是比较喜欢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间。对，你是这样子的人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，然后就很舒服，而且不用看别人反应，不用经过别人同意。对，然后每次聚会的时候就笑到脸好僵对，好，在关系中呢，你会主动确认对方的感受，还是希望对方能够懂你的沉默？哇，这个有一点复杂很复杂是吗？在关系中，你会主动确认对方的感受呢？主动确认对方的感受，还是希望对方能自己懂你的就对方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希望哪一种？我觉得我只需要他主动确认的询问我的感受就好了，我不需要他完全就是我肚子里蛔虫，就说你就是怎么样，我就觉得这样太过分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会有人什么都知道你在想什么？我觉得你只要主动说，你怎么了？那你可以跟我讲吗？至少问一下，沟通，然后我就会跟你讲了。那你会去确认对方的感受吗？会啊，你也会确认。我是属于我会确认对方感受，但我不会说你一定就怎样，或者是说我好像就要求你要知道我现在在干嘛。我觉得这样太奇怪了，而且我觉得这样对互动是很困难的。对啊，没错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那我们。就是说你就算是狗派还是猫派，其实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也不是说狗派的人就已经很好，或者是猫派的就很好，就很不好，或者什么的。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，不同派别的人，他其实个性是不一样的。那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你可以先知道他是属于哪一派，你可以更知道怎么去跟他相处。是，或者是他做出的这个举动，你可能当下会觉得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但其实他只是他的个性就是这样，他并不是说真的不想理你或什么的。其实就是我觉得只是一个对彼此的了解啦。对，就是说，表达情绪的方式还有安全感的来源不一样。因为狗派它是需要被回应的，就是说真的是你发出这个讯息，就像是讲一个例子来说，如果你在群组里面你发了一段话，如果别人都不理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尴尬？其实我觉得狗派的人就会很需要，一定要有人回应。就是你至少传个贴图也好，你不要让我冷在那边。但猫派的人就想说，随便你爱回不回。对不对？但像我就是比较觉得需要大家回应我的那一种，不回不高兴对，所以大家在底下多留言哦。来自狗派的这个的需求，对，需要被回应。那猫派的话是需要被理解。反正他觉得你理解我就好，但是你不需要做任何。有时候他才 you know me， 对you got me， 这样就好了，就 OK 了。对，那狗派的话喜欢靠近，但是猫派喜欢距离。对，你不要给我太大的压力，我需要自由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很我啦，因为我是比较狗派，我有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有些人会觉得说就是情侣之间要有一点空间，一点距离，然后真的就不管对方，我会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偏狗派，就没办法说另一半要求我不能去黏他这样子。
对，所以我可能就要找到一个不是这种猫派的伴侣这样。那再来说，我们分析完了这个个性，那我们来讲说，在爱情里面到底狗派跟猫派他们的这个表现的方式会怎么呈现？就是说，狗派的人啊，他就是会比较这个狗派型的情人，他会比较热情，比较主动，比较全力以赴的恋爱狂。就他一旦进入恋爱状态，他整个就像打开开关一样全面启动。他很喜欢去分享，他很喜欢贴近你，他喜欢把你一切的生活都了若指掌，两个人就是连体婴在一起就对了。我跟你说，对，那他就是最大的特色就是怕你不爱我。哇，不安全感的表现。他的不安全感，我觉得都一定会有不安全感，只是我觉得狗派的不安全感就是你一定要让我知道。对。对，你要让我知道我才有安全感，就是你让我知道你只要说我爱你，就有安全。但猫派就是不一定，但是他就是用行动让你感受，就是我可能摸一下你，我直接摸个头，对，或者是可能我在你旁边蹭一下，对，对，但狗派就不行，只能蹭一下，狗派就是要一直黏在旁边，就跟他摸干嘛，然后要跟他玩啊，对，他才觉得你有跟我互动，你怎么没跟我玩的时候就你今天怎么了？对，你今天怪怪的。对，然后他就要一直问你，一直问你怎么了，你怎么了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如果有一些人他比较喜欢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的话，他就会觉得狗派这个太吵了，太黏了。对，所以他就会主动去报备行踪啊，制造惊喜啊，然后每天都发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研究你朋友圈的语气变化啊。但是有时候这个缺点就是说，有点太多了。你会让你的另一半有点喘不过气，够适当就好了，这样。对，那他的好就是说，在你低潮的时候陪你聊整晚，在你说你想吃咸酥鸡的时候，他就会马上冲出门帮你买。但我觉得这个有点太狗派了。这重点是咸酥鸡啊，咸酥鸡的这是重点，好吃啊，对，好吃，太香了，太香了。就是他可能不是最安静的那一种，也不是最成熟、最沉稳的，但是他是最在乎你的，他会让你知道我有多在乎你，这样。他的恋爱模式重点就是说，需要高频率的互动跟回应，然后主动传讯息，爱晒恩爱，喜欢一起做很多事情，然后对方如果冷淡的话，他就会变得很焦虑。那爱的语言是陪伴，行动与言语肯定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，因为狗狗就是需要你一定要跟他说你好棒，很棒，给你一个奖励，对的那一种，他就会很开心的摇尾巴。好，那再来就是猫派的情人，他就是比较冷静、自我。在乎但不表现的沉默型，他就是那种比较静静的在乎，他不会天天传讯息给你，不会说我想你啊那种，他觉得很恶心。然后但是他会在你忙碌的时候帮你默默的点好外送，然后会记得你啊，不喜欢吃香菜，或者是看你一眼就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他可能就留给你一个空间去让你消化自己的情绪。对，就是狗派跟猫派的差别，他们都可以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但是狗派的人会一直追问你到底为什么心情不好，那猫派的人会想说给你一个空间，让你想想，对，他就不吵你。那他们追求的是心理的连结感，不是表面热闹的存在感。他就会觉得我们之间不说话也不会尴尬啊，这个才是稳定的关系证明。对，他觉得你干嘛一直讲话才能证明我们感情很好。对，那他就会觉得他会问你说你在想什么啊？对，你问他你在想什么，他可能只会回你没事。但其实他只是想要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，他没有想要去透过不想要麻烦你啦。我觉得猫派是比较不喜欢麻烦别人。对，那他的恋爱模式重点就是说，他喜欢保有空间与个人的节奏，讨厌情绪表达会比较内敛，然后他讨厌过度的查情或者是被控制，喜欢安静的陪伴而不是高强度的互动，爱的语言是默默付出做事而不是说话。对，他就是比较静啦，所以就是说当狗派遇上狗派，两个人就会超黏超甜，但是可能在情绪高峰期会爆炸，一起爆炸，狂吵。对，因为两个人都太需要被关注了，反而他会互相消耗。对，但我觉得这就是要去磨合的点。对，那猫派遇上猫派，我觉得就很平静啦，然后但是有时候会过于冷淡，太冷淡了。对，然后两个人遇到事情可能就冷处理。就不会主动，就谁都不给谁台阶下，这样，那可能就默默的就没有联络了。哇，对，但反正我觉得这就是要去磨合的地方。对，但的确就很多人会觉得互补的好像比较好。
对，一个很黏一个就很冷静。但是你也要看啦，有些人他，但我觉得有时候每个人都会这样讲说，有时候互补比较好，但是有些人就觉得，好像两个人都同样的人会比较了解彼此，对，会知道彼此现在点在哪。而有时候两个互补的，反而会觉得说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自己本身我是不喜欢互补，因为我觉得像我是狗派的人，我不能接受猫派的人。我会觉得我会觉得很痛苦啊。我的情绪，我的那个开心无处释放，我会没办法接受。对，那再来我们要讲一个很有趣的，就是说，那如果今天猫派的人去养狗，或者是狗派的人去养猫，会有什么火花呢？哇，怎么办？就是今天如果猫派的人养了狗啊，我只想躺平，但你却想要冲山冲海，就会觉得好累哦，因为狗狗每天就会说赶快带我出去遛啊，我想要出去，不管是下雨天还是就会很冲。对，他就要一直冲，但是我觉得也是另类的，会让猫派的人去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生活模式。对你，因为猫派的人就喜欢静静的就躺在那边，但是你刚好让他运动一下，对，那他可能就会变成是因为猫派人可能就稍微就是不喜欢被吵嘛，对，但是因为他养了狗之后，他被迫要去处理他的吵，他就可能就变得比较有耐心。对，然后会训练一点人际肌肉，而且也会比较也多了解一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。对，他也可以从狗狗的身上去了解到，原来狗派的人一定就是这样的个性，他不出去就不行啊。对，他就会比较能够去接受不一样个性的人。对，那狗派的人养了猫，就有一点热脸贴冷屁股了。怎么办呢？我满腔热情，你只回了一个冷眼，好惨。所以我的确看到很多影片，都说会当奴才的那一种，我跟你讲，都是因为是狗派的人养猫你知道吗？如果猫派的人养猫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他就被训练了，他也没办法，而且他可能要主动过来蹭。对啊，要觉得你不蹭，我不蹭，你就不理我了。你真的不理我，很惨。对啊，对，就是会变这个样子。但狗派的人养了猫就会真的很痛苦，因为你自己会找他，就觉得所以你就是会来找我。对，我从小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会养猫的人，我会很痛苦。所以他的那个心理撞墙期是什么？就是他会觉得，就是我以为我有一只猫，结果我养的是一个冷淡的房东啊。对，所以就是我觉得还蛮酷的。最重要的说，不是谁去调教谁，而是互相拉扯，慢慢靠近。反差就是火花的起点。那你就会觉得就是你可以去学着去跟不同个性的人去相处。对，那人际关系也是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很酷的这一点就是为什么今天来探讨，就是你可以透过说猫派还是狗派，你可以去知道你要怎么去跟不同个性的人去相处，然后你也可以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就不会产生那么多误会。对啦。对啊，那你们是猫派还是狗派呢？还是你们喜欢跟猫派的人相处，还是狗派的人相处？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哦！我真的非常需要留言，我是狗派的人你是狗派吗？我需要被回应。你可能是想要需要留言而已。我需要大家多多的回应，跟我聊天。大家跟我们聊天啊。对，耶。好，那如果有什么想法，或者是有什么想听的主题，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哦。那我们就是下集再准备好酒或饮料，一起到 City Bar Enjoy 吧。我是云昕，我是阿迪奇哥，我们下期见。拜拜。